这次日本自卫队种子岛练兵也非一帆风顺。日本读卖新闻报道，11月23号晚8时许，一架陆上自卫队扫描鹰无人侦察机在鹿儿岛县种子岛附近丢失信号，下落不明。报道称，该无人机当时正在进行训练飞行。涉事扫描鹰无人机全长1.37米，翼展3.11米。目前，陆上自卫队还在搜索无人机下落。此外，日本还在针对西南方向进行军力调整部署。据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室将实施自卫队综合演习，演习的地点又是靠近钓鱼岛和台湾的西南诸岛，而演习的内容包括开展以电子战为前提的训练。另据日本冲绳时报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近期向位于冲绳县最西端的陆上自卫队与那国驻地增派由约70人构成的电子战部队。同时，航空自卫队也计划向与那国岛部署由约20人构成的移动警戒部队。防卫省增派这些电子对抗部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在台湾海峡和钓鱼岛附近的情报收集能力。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距离钓鱼岛只有150公里。据报道，电子战部队将于2023年度前完成部署。移动警戒部队则将在2022年度完成部署。从种子岛军演可以看到，日本自卫队在2栖登陆方面的战力有所提升，但是分析也指，目前仍然是以美日联合训练居多。请教一下毛先生，日本防卫省对于打造独立作战能力有怎样的考量？那美国对此又是持什么态度呢？那么，日本版的海军陆战队的诞生，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日本为了要发展自己军事力量的那么一种可能性，那么包括今后日本要发展中远程军事打击能力，甚至于对敌基地的攻击能力，那么这些呢，都是要构建在独立作战能力的一个平台上面，也是推进日本独立作战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所以呢，这也是为日本军事穿越东海、南海，甚至于台湾海峡这3海有事时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准备。所以美国呢，对于日本不断扩大和增强这种独立的军事能力，从捆绑到松绑，从牵制到鼓励和支持。所以呢，这个标志性的就是日美新安保同盟，那么充分显示了美国希望日本更多的承担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任务，以牵制中国。有观点指出，日本自卫队演练夺占备战岛屿，并公开点名钓鱼岛，是在配合美国的恶华战略。那也有分析指，钓鱼岛只是借口，演练的真正目的是台海有事。请教一下杜先生，您对此如何分析？日本在今年的白皮书中，对于岛屿问题从之前的1岛变成了2岛，既关注钓鱼岛，又高度关注台岛。目前所谓的夺岛演练，目标是钓鱼岛，然后通过在周边集合起美国和日本的联合夺岛能力，进行所谓的战力优势培养。但是主要目光还是盯到台岛。如果仅对一个无人防守的钓鱼岛兴师动众，这不符合军事原则。如果在台岛有事时，援助美国进行各种作战行动，才需要这么大的兵力进行快速的部署和调整。所以今后借助台岛的军事危机，发挥自己远战优势、输送优势、保障优势，这才是核心目标。所以目前看呢，日本表面上的夺岛，既是瞄准钓鱼岛，同时呢，对于战场空间更加广阔、作战行动更加激烈的台岛，应该是准备重点。